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人黄义中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台湾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你对于黄昌主席，那他说他不小心把资料带出去，这整件事情看起来像到现在余波荡漾，因为呢，包括到底影带那个所谓的监视器影带里面到底透露出来什么样一些讯息？好，那所有这一切，那当然跟柯文哲柯主席呢，接下来黄昌主席在10天就不是立法委员了 ，OK？ 那接下来呢，所有的民众党是不是真的柯文哲掌实权？蓝白合之间到底未来是不是此路多艰，还是照着原来设定的路程一路往下？那包括不管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国共会谈胜或有没有政协会这件事情，对年选战是好是坏呢？我会开始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因为对于黄昌主席不小心析出了机密文件这件事情，包括民党的一些立法委员，包括黄昌主席大家呢在隔空校正，让你看一下来。后来他们就修改了所谓的调阅监视器的办法，相关的复制必须还有司法单位所提出，这件事情也非常的荒谬。请周万来跟韩国瑜想一想，黄国昌的这个行为有没有泄露国安机密的风险，有没有相关司法的问题？如果韩国瑜的判断是没有，那民进党团会认真讨论是不是要对黄国昌委员提出相关的检举跟告诉，让司法单位来介入调查。我老实说啊。民进党到今天还在炒作这个议题啊，就知道民进党就是一天到晚在搞政治斗争嘛。调完录影带了以后，沈伯洋是不是要道歉？东西是不是我自己缴回去的？是不是我自己缴回去的？来，任俊，今天民党有些立法委员当然要去看，你不能够把它调出来，可是可以看，是吧？那看了以后，那包括陈培友大概就有那算速记型吗？就告诉你一个时间表。到底是30秒，还是不止1分30秒，是1分多一点？然后为什么讲有一个死角叫42秒？是，哎，这个，如果大家现在发现到记者这一行真的没有这么好做哦，因为立法院里面大家了解议事规则，要了解各种不同的法律之外，现在连地理环境、风水、堪舆，通通都要会了。是。那这个刚刚相信大家一定搞不太清楚，立法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嘛啊。那你刚刚特别提到说那个到底是30秒还是1分？对啊，现在陈培讲说是1分15秒啊。是，那民进党立委呢，这个铺马沈伯洋哦，特别到了301会议室门口呢，哦，希望试图还原整个过程。好 ，OK。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开始要往那个楼梯口移动哦，就是这一段路程呢，就是当天黄国昌走的路线。对对，就他们口中黄姓犯嫌所走的那个路线啊。所以你刚刚接下来会往这个楼梯那边移动哦，因为它特别其实有一个地方就是说。立法院的走廊是2边的啊，那另外这一侧它其实是有监视器的，只是它等一下会往那一头移动的那个方向哦，就是现在往它身后移动的那个方向是没有监视器的，就黄昌走的那个方向。是，所以你现在看他一直在解释说，当天的那个情况完了之后，那这个沈伯洋之后就往后面那个方向移动哦。那其实你往那个方向，好，你看他开始了哦，要实境还原一下当天现场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沈伯洋开始移动了，而且移动的过程当中还不断的要讲解啊。那比较特别是因为前面那个楼梯啦，因为它前面那个楼梯其实非常非常的狭小啊，你如果走过去发现它那个其实只有1人可以通行。那现在的症结已经不是在这一段的过程了，而是进到楼梯之后发生什么事啊？你看那个楼梯非常狭小的啊，它差不多就拍到这个地方啊。那问题就在于是因为301会议室是在3楼。今天其实有立委包含这个刚刚讲到说陈培瑜他们哦去调了那个监视器的画面，调的是3楼的监视器画面，所以才有这个画面上面讲说哇，他10点40分05秒，这个已经差不多跟总统行程哦要有国安人员报秒数差不多啊。但是你看到那上面所有的行程里面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啊。他们现在质疑说黄国昌讲的30秒不是，因为全程有1分15秒。第二个呢，因为那个楼梯口，立法院是这样啊，很多地方有监视器，大概2个地方不会有，第一个是厕所，第二个是楼梯间转角的那个地方不会有哦。那结果他们现在有人是质疑讲说，你那个42秒的时间里面，到底你是直接一直往下走，从3楼走到2楼，走到1楼。还是其实你3楼到2楼中间就卡住了，这里面是个问题。好，为什么会这样讲？我先说哦，因为黄国昌那一天离开的画面，我想大家看得非常多了啊。至于他到底有没有进去带资料，我必须讲，大家
众说纷纭哦。不过因为林楚英就坐在他的对面，林楚英说他有自带资料，所以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那个横式的哦，林楚英也证实那是黄国昌自己的资料。可是你如果从那个画面上，为什么刚刚铺麻在那边比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个一叠资料是这样，比如说这一份啊，这是黄国昌本来自己的。那我把剩下的夹带在这边，所以你拍到的时候会拍到最上面嘛，然后你就之后就往前一直走。对，黄国昌的说法是我走一走就发现到了，我手上带了不该带的，就是机密资料，所以他就折回。这是黄国昌的说法。对，但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好奇的是，你就走嘛，除非你有停下来翻，或者是怎么样的状况不合理，你那一叠你是盖在最下面，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疑问合理吧？合理。你就走嘛，不然你怎么会想起来说你有带机密资料出来？对，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压根不知道，除非是你回到办公室，或者有人提醒你，人家追上，这比较合理嘛。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最新的进展是，今天早上去调3楼的监视器不够，有人要去调2楼的，有人要去调1楼的。为什么？要算时间差啊？有没有在楼梯间那个转角的那个地方稍作停留？那稍作停留要干嘛？因为在质疑什么？停下来拍。哦，你们会质疑有没有这件事？就我刚稍早有问了，像那个沈伯洋他有再去调，然后王一传也有去调，那就跟任俊哥讲的一样，就是说你因为他摄影机只能拍到他人在3楼消失在楼梯间嘛，对，那就是说接着调2楼，看你有没有从2楼出来嘛，或继续下去，如果没有的话，就表示你停在楼梯间，那你怎么会抱着机密资料走到楼间停下来，就非常奇怪嘛，所以去厘清这个事情。哦 ，OK， 现在就这样嘛，所以它变成是。我必须讲哦，就当一个立委当到最后被大家质疑这件事情哦，我觉得他一定心里很不好受。我必须说哦，要是我也不好受。但是主席哎，对啊，但问题是怎么会搞成这样呢？就怎么这整件事情到最后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当然了，因为我刚刚讲就是说很多人去质疑说他今天这个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手上空空或干嘛，但后来大家也知道，因为他有助理在旁边嘛，所以是他进去的时候，因为我就讲林楚英坐在他对面啊，林楚英说他那个东西就是他自己本来的，这个我觉得没有疑问啊。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刚刚听到陈培瑜的说法说是不是应该要朝向是不是要侦办或什么样？这个不用他太担心，因为已经有人去告了嘛，已经有人去告了。告他呢，就告他这个疑似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跟这个所谓泄密等罪。到目前为止的状况就是说，台北地检署已经完成分案那交由主任检察官来侦办嘛那这就回来了就是说过往我必须讲就是说秘密会议的这件事情流程，我相信这几天大家都讲得非常多了以黄国昌的这个立委的资历来说，我不认为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我真的必须讲我没有要质疑他什么，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这个低级的错误比你投票盖错章还夸张。你要讲他那时候讲那个陈昭之的那件事，我没有这么说奇怪，怎么主持人说出来？不是，我是讲真的嘛，就你可能紧张嘛，或是这样，我觉得都合理嘛。当然，我其实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黄国昌觉得说什么民进党弄他没有我有听到有民进党的立委，像楚英他也有讲，他说其实在那个当下确实真的有可能，因为你很乱嘛那但是我就讲黄国昌的这个部分，让大家质疑非常多啦让人家质疑，甚至有人讲，你知道今天开始各台有人去实测是40几秒走一次，不是42秒能拍几张不然就有人讲没用拍的太慢，用录影的。他也不用全，如果真心要拍如果真实要拍，不用头拍到尾啦。几个重点关键，如果在里面有先看过，先抓好页数，我不认为它太难。但我不是要质疑黄国昌什么，而是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情来自于第一个，黄国昌从美国回来之后，他怎么说的？美国人也很震惊美国人也很错愕包含陈志还帮忙在那边，对不对？煽风点火这样，他们也觉得很奇怪，你们又用不到买这些干嘛？黄国昌说了一句：“我要字体版本。”那不知道当时那个神仙妙算的上义夫说他干嘛去偷嘛？结果现在已经变精神上的偷跟物质上的偷，结果发现他真的是物理上面就把他扛出来。我跟你讲，就是说。这也牵扯到黄国昌到今天，他的版本在哪？他们昨天没有提嘛，因为昨天还是一样党嘛，没有提。黄国昌，你知道黄国昌开直播怎么说吗？我本来是要提的，但我想给国防部一个机会，等国防部讲完之后，我再来看看。结果发现国防部那个真的不 OK， 那你的版本还是没有。不 OK 还是那更应该提了。我认真说，我没有要考试他，我先认真讲一下，我真心希望他提。我说实话。
但你不要提的版本是都差不多之后，人家写1.25兆，你写个9000万，那就难看了嘛啊！我也必须讲，黄国昌其实他没有认为他有做错，他其实不认为他有做错，他只有讲了一句，我也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啊，反正我就是刚好就是这样，有没有这么刚好？我觉得现在问题来了，搞到立法院，我第一次看到有立法院为了要搞这种机密资料带来带去，现在3楼、2楼、1楼全部通通都要调监视器的画面。我觉得现在问题来了，搞到立法院，我第一次看到有立法院为了要搞这种机密资料带来带去，现在3楼、2楼、1楼全部通通都要调监视器的画面，那你就知道嘛。接下来北检再侦办，北检侦办下来之后，如果真的认为说这件事情要进入调查的话，那可能要扣手机，扣的可能不只是黄国昌的手机。助理的手机要不要大家都扣？因为有涉及到泄密的问题。那为什么今天这个案子会搞到必要变成这样？我相信黄国昌或民众党或其他人应该都很清楚，因为你确实违反了秘密会议里面不应该违反的规定嘛。OK， 陈佩委员，刚才那张再给观众朋友看一下，这是陈佩委员对他自己在他脸书里面所PO出来的，把大概好了，因为向立法院申请。调阅，然后复制监视影片，但秘书长说只能够申请看，不可以翻拍复制，所以他大概讲一下10点40分5秒，黄国昌带机密资料走出去，10点40分21秒走下楼梯，身后跟着2个助理，其中一位手上有2只手机，走下楼梯后就是没有监视器的角落。10点41分03秒，黄国昌一问助理走上楼梯准备回委员会。10点47分20秒，黄国昌走到委员会门口，军官刚好冲出来拿资料。这就讲说，在会议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负责的军官跟主席，就是王定宇召委讲说，那个资料有被带走，那可不可以停一下要出去？大概就发生在这。那好，重点是你听到第一个黄国昌委员就讲说，看了，好了，看了，那是他自己拿回来啦。那因为他走回来的时候，军官刚好冲出来拿资料，所以他提出说是我自己走回来拿的。那什么要不要道歉？要不要道歉？好，这是一个。那全程是1分15秒。陈佩委员说他们算一下是1分15秒，不是黄国昌委员讲的30秒。不在监视器拍摄范围内的时间长达42秒。他们觉得时间足以把夹带出去的国防机密资料翻拍完成，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讲那个消失了42秒的这一段。将军参加过很多次国防，因为在国防部的时候也参加过国防外交委员会，你还承办过。对，那第一个，黄国昌委员他有带资料进去，因为您上次有提到，基本上是不应该带资料进去。可是他因为楚英也讲说他有带资料进去啊，这是一个 OK 好。那第二个，那个夹带的那些资料的过程，他就讲他真的就是不小心。然后这里头所讲的这些，您上次有讲，有一个军官专门就负责看嘛，对，你负责发，你就给我盯着每一个，一份都不能少，一份不能少，可能也要看一下，就是有没有人把机密资料有抄录或什么，反正那个人就是要盯场。对，就盯场。那所有这些，但是想第一个，你现在看到大家所呈现出来，跟您在那时候参加了国防机密委员会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不太一样？第二个，有一个叫马文君条款，大家形容的啦，就是上次不是那个后来有个养鸡场，对，这就表示要非常非常的高度机密，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但在这里头，这个资料你不能看，不能这些，那个42秒真的能干什么事吗？我先讲哦，国防的机密会议，我那以前办的是有关于国军兵力整建，就是编装，要这个精简，我是承办人。那进去其实因为那都是数据，为什么士官这么多？为什么军官这么多？为什么兵这么多？为什么士官比兵多？那里面很多的数据，那你认为委员记得起来吗？绝对记不起来。所以就有委员问说：“你提了这么多数据，我们根本记不起来啊！”那当时我很记得我们的战规司的司长就起来讲了一句话，他说：“对不起，委员，这场会议是让你们知晓，不是让你们拥有。这些资料是让你知晓，不是让你拥有。即使告诉你你知晓了，你出去第一不能转述，第二不能发布，不能抄录，不能摄影，不能拍照。他说这就是国防机密会议。他第一时间讲得非常明白。我记得当时我是上校，我们的司长是中将，很明白的交代。那当时我们的规定是连纸都不能带进去，连纸。你说我自己要报告资料，那报告资料从哪里进去？我告诉你，大家可以看立法院的机密会议写得很清楚，我画起来的。它的资料有哪里？秘密文件编印、保管及分发的手续，由本院议事处会同秘书处依保密相关条约，妥善的处理，严格执行。
也就是如果你立法委员要带东西进去，交给秘书处，要先交给秘书处，循着那个管道，我帮你印，就是我帮你印好，印好以后，你一进去就在你桌上，那你要报的投影片就输在投影片里面，那你进去就是空手，你进去空手，为什么要这样子？你知道吗？因为你自己带，像如果黄国昌自己带一张纸进去，万一他抄录嘞，对不对？你说不会啊，不是有个军官在看，有的人抄录技巧高到他不是写字他写一竖一横一点一捺，他可以记起来，那个叫速记法，他出去就可以把这些记号还原成他要记的东西。像照你刚刚那样讲，所以就算自己要带，是透过秘书处，对，所以你也不可能走的时候把东西带走，不能带走，因为也是秘书处回收，都是秘书处。OK， 这里面写得很清楚。我补一下哈，你知道那一天的会议里面啊，因为这个是秘密会议，大家都不能在场。对啊，那一天的状况到了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到了牛许婷在发言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个军官说不好意思暂停，然后牛许婷也愣住，因为呢那个军官就说跟那当时的那个召委是那个王定宇嘛，就跟王定宇就说那个因为我们有一份会议资料被带出去了。你知道，连牛许婷都紧张到什么地方？讲不是我，每个人都在台上，对，因为你突然一份不见，就因为你只要一有人开门，所有的会议都必须要暂停，所有的声音，因为你都不能讲话。那一天的状况变成已经到这个程度了。OK， 我要告诉大家，开保密会议或者机密会议之前，第一件事，所有的承办单位就会把这个保密事项念过一遍。OK， 所有的承办单位，都会念。这是现在还在适用的吗？对对，适用。那为什么黄昌那我合理的解释，因为他迟到。他迟到就如果照规定，是不是迟到就可以带资料进去吗？那你迟到哈，即使你迟到，你进去，你还是要把这份有一个保密规定，你要做个签约，你要签订。然后我要告诉大家，很多人说黄国昌他的手机没有放在养鸡场，这是 OK 的，就他的手机可以叫助理带回去，他觉得不要放养鸡场。就你只要身上不带手机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养鸡场，就是放在会议的门口。那你委员要进去，那你就把你的手机还有你的笔记全部放在里面，然后上面有个红色吊牌的钥匙，拿下来就放在口袋。然后等到你出去的时候，你再把它拿出来自己拿走。这有一个好处，不会有纠纷。你的手机没有人可以碰，因为钥匙在你口袋里。可是黄国昌他并没有放在这里，他叫他助理拿回去了。各位，为什么？要争取那40秒。将军，你怀疑吗？我当然怀疑啊，因为黄国昌不是菜鸟啊，黄国昌不是菜鸟，黄国昌不是第一次当立法委员，他不是菜鸟哦，他参加过多少会议，这种保密规定宣达到他应该都已经非常明了了。然后他的手机有没有放在这个养鸡场？一定放过。如果你把手机放在养鸡场里面，你很从容不迫，因为他没有如果他今天跟主席报告，主席不好意思，我要先离开，那军官你会讲，那委员不好意思，那你资料放桌上。他没有报告哦，他是自己拿了东西，很帅的掉头就走。那你想想看，王定宇当主席会不会措手不及？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这个，然后这个军官要被个反应说，看看桌上东西还在不在？东西被拿走了。他如果出去再开养鸡场的盒子拿出来，把手机拿出来放口袋，再一掉头，军官就出来了。他要抢这40秒，他赶快走进楼梯间做什么事？大家说40秒能拍摄什么？没有笨蛋才拍摄啊，聪明的是用摄影的，你知道吗？我一个助理拿手机直接开摄影模式，我直接翻。你想想看，40秒可以翻多少？可以翻不少哦。大概4到5秒可以翻好几页。不清楚吧？翻太快。不用清楚，关键就好。他只要看关键。所以我讲，将军那时候那地方立法院嘛，外面人来人往的。那他们这样做也会有人要看到你在干什么啦，或什么这些，不会吗？那个楼梯间看不见，那个楼梯很窄，就是刚刚那个您的很窄那个楼梯，很窄，对，他这1-2个人可以经过，所以他一个助理就挡住了嘛，另外在那边拍。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怀疑？因为国防机密滴水不漏。我宁可认为他有做，然后呢，等到调查出来发现他没做，国家安全。OK， 如果我们认为他没做，就放他一马。那万一他做了呢？国家安全放哪里？所以我才讲国家安全是滴水不漏，宁可认为你有，然后透过法律还你清白，是滴水不漏。另外我讲到为什么黄国昌这么急的走？你不是很想听国防部报告的全程吗？他没有听完呢，后面那一大本他没有听完呢。然后你说你误拿，好嘛，你就认为说摆在第一页你可以拿走，后面那一大本很重你怎么一起拿走了？那你拿走你。如果误拿是一路走回家，这叫误拿。那如果刻意拿是做完以后，我赶快还去，这是误拿，这叫不小心
跟不小的心机有不一样。他这不是不小心，他这是有不小的心机，他就是要把它拿出去。然后因为他是学法，他知道我如果拿错立法院很严重，那么我如果拿个40几秒，我赶快回来，那就告诉你我没看。那到底有没有翻拍呢？我们不知道，这就黄国昌知道，因为那个小楼梯间里面没有第3个人知道，只有他跟他的助理。那其他人谁知道？所以为什么有人要去调2楼、调1楼的那个监视器？他有没有走出来？如果没有走出来，40几秒全部待在楼梯间里面，请问干什么？抽烟吗？立法院应该禁烟嘛？那在里面干什么？那不是翻拍是干什么？所以我不是以小人之心，军事保密、国家机密、国防机密，非用小人之心不可。我宁可认为你有，追根究底，最后是没有。那但是如果我认为你没有放宽了，这个机密出去了，那不是损伤严重？元之，蓝营的一般委员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包括陈培委员，你有听到，他还特别讲说啊，韩国院长，你们难道这个东西，然后要不要请周安秘书长那个规则，然后都因为不能复制啊这些嘛？然后说，如果要是你们不让大家调这些，他们就可能说他们要告，因为说现在的规则是说要有司法案件，所以才能够调阅，他们就告了以后就有司法案件才要去调。刚刚任俊讲，因为反正有人告了嘛，可是这整件事情包括刚将军特别强调，因为涉及国家机密，他宁可从严，去用小人之心去度这一件事，但是也不要先放宽，然后后来发现有不可挽回的一些伤害。因为第一个，因为有人去告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台湾司法是应该是无罪推定嘛。那如果指控别人要有证据啦，我想这是基本法治观念呐。那当然，因为民进党不喜欢黄国昌了，所以一定会把他无限上纲。但这是民进党的套路了，还扯到韩国瑜啊。他说韩国瑜不让他们去调阅监视器，就是韩国瑜包庇泄密犯。还扯到韩国瑜啊，他说韩国瑜不让他们去调阅监视器，就是韩国瑜包庇泄密犯。我觉得这个有两个指控要拿出证据出来。第一个就是黄国昌，他即便是可能就是不小心习惯性嘛，因为大家去质询，有时候质询完就是习惯就把资料带回，也许他那个时候当下没有注意到，后来缴回来，那也许有发生这个事情。可是他有泄密嘛？我觉得要先去证明他有泄密哦，就是他到底把这个东西泄给了谁，还是说他真的有拍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要有证据去指控嘛，所以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之下，直接冠上泄密犯，那这个就有一点恶意了嘛。然后第二个，韩国瑜包庇，就是我退一万步讲哦，就算黄国昌有泄密好了，那为什么这跟韩国瑜包庇有关？因为韩国瑜那个立法院的规定很清楚啊，就是也让你们去看了嘛，那你也可以根据你看的东西去质疑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让你翻涉而已。那为什么不让你翻涉？这就是包庇，而且他也讲了，你如果进入到司法程序，司法机关要调阅，这是 OK 的啊，所以这哪有任何的包庇的问题？难不成给你陈培瑜，让你可以到外面去公布，就比较没包庇吗？还是就可以破案的吗？还是就可以怎么样了吗？我觉得光是这样的一个指控，就感觉就是有点无限上纲。将军刚才质疑的那几个点，你觉得会构成怀疑性吗？包括对以你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立法委员哦，就是去质询，然后质询完之后，可能一时之间就习惯性，可能还在想啊，刚刚在讲什么，没有注意到，把手上资料这样子带走，然后后来发现，我怎么带出来再拿回来？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就我们看来，我觉得这就很正常的攻防啦。反正只要是在野党做的事情，民进党都是会无限上纲。我举几个例子第一，我们在那时候立法院刚开议的时候我坐我后边的卢宪一啊，那可能议事人员也不认识他了也不知道然后把谁涂全旗认成他还怎么样，然后以为他在就给他插了那个投票卡，然后后来可能旁边人以为他去上厕所，那时候大家都很不熟嘛，因为然后就帮他代案。那一件事情后来被炒成怎么样？也是扯到韩国瑜啊，韩国瑜你在做票吗？你怎么讲的要用刑事侦办，也是讲的不得了。后来民进党多少次是人家代案，我就看过，我不讲是谁啦，他就跑掉了，他的名字就出在上面。就是别人做的事情，他就是无限上纲，就是一个代案，一个疏失就要讲成做票，讲成刑事。然后有一次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游志斌啊，一个反正就是一个人叫游志斌，就是他在2楼弄了一个自媒体的证，在那边开直播。然后因为他可能跟民进党的助理有吵架，吴思瑶就在下面，游志斌为什么可以在上面直播？你是直播给习近平看吗？习近平如果要看我们的直播，要叫游志斌来直播
国会就有直播好吗？而且习近平真那么闲哦，平常还在看我们国会直播，就是连游志斌在2楼开一个直播，他都要说游志斌是直播给习近平看的。所以这就是民进党的套路。反正就是说什么事情只要被他抓到一个什么事情，他就会无限上纲照，你就是叛国者啦，你就共谍啦，然后再不然就是韩国瑜，你就是包庇啦。这我们在立法院其实真的是看很多。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口中说的套路吗？就是怎样把事情搞到无限上纲，是这样吗？这件事，我觉得人之不能讲无限上纲的，你可以讲说你的推断，你可以讲说哦，你认为黄国昌是一时疏忽，是忘记，人之刚刚说这个都很有可能。可是你自己也讲嘛，你说叫做有可能，黄国昌有可能他不小心疏忽了，那有可能不小心疏忽。其实，在数学上，那就表示也有可能他是蓄意的，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也不知道黄国昌他真正的动机什么嘛？你是以你的对他的认识跟你觉得的常理来推断。那既然是用推断的话，那其实我们现在当然就像刚刚于将军讲的，我们也同样可以合理的怀疑说，那你是不是一个蓄意的呢？当然，我们也不见得说他看要传给谁，但是例如说，像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了，上公也讲了，会不会你是觉得说你要参考一下国防部的资料，带回去给你写这个条例，这个都有可能呢。那对于一个立委行为，他本身犯错在先的合理怀疑，怎么能叫做无限上纲呢？你说无限上纲，就表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推断，就表示你已经很确定他所做的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他真的就不是这样。可是你凭什么帮黄国昌做保呢？我相信你对他的认识事实上也有限的。所以讲回来说，终究问题本质是黄国昌有错在先，对不对？就好像今天要是考试大考，就像最前阵子考学测，那就考生外面 K 书 K 得很认真啊，他笔记做的密密麻麻，然后进去考场的时候读太认真，不小心带着一起进去了，被抓到，他说我刚读太认真了，这不小心给你带进来了，情有可原。是啦，可能是这样子，也蛮有可能的那难道我们就不要怀疑你了吗？难道就不要检查、不要追了吗？我们王一川跟沈博阳委员去调2楼、1楼的这个画面了嘛？到时候他们去看到，黄国昌是3楼、2楼啊，可能对不一定，我们现在不知道嘛，搞不好看到他从3楼、2楼、1楼走下来，1楼走到一半，哎呀，怎么手上有这个？哎呀，走回去还那我们就知道说，他真的忘记了。要是3楼这样，怎么都没有在2楼出现？奇怪，那是20秒。都没有下2楼，忽又回3楼了，那可能那又另外一种想象，他可能说他卡麻走不动就是也有可能嘛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妄加揣测，这个就让证据来厘清。所以这个动机的部分我想刚刚于将军讲很完整，我也不补充。但我要讲的是第3个，就是讲说饭后态度的部分。这个是其实我是看了有点生气，因为我觉得黄国昌到现在，我在他的讲了这么多的答辩过程中，他每天给记者访问这个事情，然后讲说什么其实也不是什么机密啊，然后沈伯洋要不要道歉啊，前后不过30秒啦，我就是听不到3个字对不起，我也听不到4个字不好意思。奇怪，是你违背国家机密，把机密会议的资料带出委员会，结果到现在黄国昌没有表达任何。不论你说疏忽也好，蓄意也好，他犯错以后对这个事情应有的承担、负起责任跟态度都没有，就整天一直骂民进党。他说你们在搞政治斗争，是我们叫你把资料带出去的吗？是你要到门口突然之间什么忽然一个资料塞你手上，这什么东西？是这样子吗？不是嘛？那为什么黄国昌今天可以大声？我真的搞不懂我完全不懂你看黄国昌他讲什么？他说法也讲了好几个说法一开始说。前后不过30秒的时间，沈伯洋要停止抹黑了没有？你就是把资料带出去嘛，哪有人抹黑你？然后后来要讲什么？说其实这个大家等到看到内容就会知道，也根本不是什么机密。然后说看到录影是不是我自己缴回去？沈伯洋你要道歉了嘛？都在他攻击别人，都在道歉呢。其实各位就想同样的情境就好了。那今天我去，例如说我去 Uniqlo 买衣服，试穿完，衣服好好看我没有结账走出去。过了30-40秒以后，我想到，这衣服怎么还在身上？走回去，然后结果现在店员说，先生，你这个我们可能要这个打电话请警方厘清一下，因为我们店方要做，我们有这个店有规定要做个记录。然后我就开始凶他，凶是怎样不过他穿衣服走出去30秒而已，是你们要抹黑够了没有我是不想把你这标签秀出来了，不然大家就会看到，其实这根本也不值多少钱啦，是有什么好那边计较的？做错事的人现在都反锅回去大声别人。我觉得这是什么饭后态度？
然后我看了觉得很愤怒，所以就讲到说，为什么民进党我们也有委员去质疑韩国瑜院长？因为大家想到一个事情嘛，今天为什么要这边花很多时间讨论？因为那个影像没办法直接抠出来，而大家可以想去年发生过的事情嘛，就当时国民党在质疑说，黄捷委员你是不是小偷后，你锁降，你开委员会门，大家不记得有这一趴？那当时其实去看各家政论节目，那个画面都出来嘛，就是黄捷委员啊，这个进入内政委员会里面，然后很多国民党就说，你看他的手法怎样，就看那个画面在讲故事，在分析嘛。那所以其实今天民党委员为什么会去质疑韩国瑜的立场？很简单，就是说，那过去你要质疑民进党委员的行为的时候，为什么立法院就提供这个影像出来给媒体？大家都看到了嘛，对不对？这我相信大家记忆犹新。那为什么今天黄国昌，我们要去跟他要一个的时候，立法院说，这个恕难提供？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提问。那但是讲回来，我觉得，所以事实上，黄国昌他的行为是一件事情，但我觉得更严肃的行为是一个。其实因为我前2天碰到王定宇，那他是长期在外交国防委员会，他也说根据他这十多年来在外交国防委员会开机密会议的经验，他真的想不到上一次有人把资料带出来是什么时候。所以我在乎的事情是说，国家机密是不是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当然是嘛。那现在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破例违反规定了，好，这一次要怎么处理？这一次不处理的话，那你未来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怎么办？如果这一次就稀里糊涂，大家就说黄国昌就不小心的，30秒又没什么，好了，那下一次，请问如果又有委员把资料带出去呢？那他说，上次黄国昌70几秒也没怎样，我这次80秒怎么了？为什么上次不罚黄国昌就罚我？未来是不是大家可以这样吵？那这以后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是不是有第3个、第4个？就从70秒。到1小时，到会不会隔夜想起来把资料带回去？回家看一看包包，资料怎么带出来了？还回去。那以后我们国家机密到底要怎么守护？所以我在意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立法院其实这个事情，包含黄国昌他应该出来道歉，他应该有态度；包含立法院本身韩国院长你应该有个态度。那我最后讲回来，其实我也很同意任俊哥刚刚讲的，就是黄国昌这个人真的很会东拉西扯，大家看他。大家记得民众党黄国昌他的诉求什么？他说他要支持国防，结果他这样一下去美国，一下回来，一下说他要自提版本，一下说他才是跟美方可以建立关系的人，如何，一晃眼过去又1-2个礼拜了，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还是原地踏步。观众朋友，最后提醒，我们的国防部行政院提出这个强化防卫韧性的特别条例是去年11月27号，到现在已经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2个月的时间。蓝绿白3个政党都说我们支持国防，可是这个条例就被卡在立法院，一直空转，一天又过一天。然后2月1号，不管他有没有自提条例啊，就刚刚讲了，2月1号后黄国昌就离开立法院了。他就算提了条例，后面也没有人接手继续弄下去。那我最关心的事情是，我们的强化国防特别预算到底要卡多久？难道中国跟你那边浪费时间吗？中国强化军备的时候没有在跟你啰嗦的，055下水饺，一烧下，我们还要这边讨论几十秒。什么沈博要不要出来道歉？讲被黄国昌这一堆没有意义的政治废话浪费时间，这是让我最气愤的地方。中国强化军备的时候没有在跟你啰嗦的，055下水饺，一烧下，我们还要这边讨论几十秒。什么沈博要不要出来道歉？讲被黄国昌这一堆没有意义的政治废话浪费时间，这是让我最气愤的地方。林凤，你觉得为什么黄昌主席要用这样的回应模式？刚刚吴真讲意思说，这件事情如果要真的就拍谁，就是不小心，那这些。可是吴真他们刚刚讲了几个，包括你说后面的一些的态度啊回应，这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如果不这样的话，会表示好像气弱了吗？是这个意思吗？可是这整件事情，因为毕竟现实上，他们那时候有说要提自提版本，现在还是没有提嘛，到目前为止。那昨天礼拜1的时候，那机密会议完了以后，昨天大家就在看会不会有版本的问题，也没有嘛。所以才会再加上又用那个机密会议的时候那个东西又拿出来，所以才会搞得这么漫天风雨。有一段吴真刚讲的是，就我们应该要讨论的正事，包括不管是条例上的问题，或者结果大家现在都在重点都在这件事。没有啊，因为黄国昌可能对民进党就是没有字典里面就是没有抱歉2个字嘛。
反正只要民进党攻击他，不管他做错还是做对，反正我就先不反击再说嘛，对不对？国民党也一样啊，你看那叶元之这个小本本上面记了多少以前的事情，对，2024年你说他刚念那几件事，对，那个什么卢宪英那个事情，那也还记得，那个不晓得这个笔记本上不晓得有多少，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黄国昌这次他根本就是，你只要拿出会议室，你就是不对。不对就道歉就好了。可是问题就是说，你是说他，我觉得他很难，他已经骑虎难下。也许他真的就想道歉了事，可是问题是，他只剩下10天了。那10天我一道歉，我声量就没了。那我就趁这10天，我尽量再跟民进党吵一架嘛。反正民进党也那么凶，对不对？然后那凶，那我就不凶回去，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国会到这种程度呢，这根本就是莫名其妙到一个极点呐。你说楼梯间能干嘛？楼梯间就是没有监视器。楼梯间我们在跑立法院的时候，楼梯间就是专门有人去那边揍人，然后不会录到的，不会录到的地方，好不好？你讲的是那个年代，那位大哥就是在楼梯间揍人，然后就不会录到的事情，好不好？对。所以你那去中国那个，我不知道啊。所以说你在楼梯间可以拿到什么东西，我真的很怀疑啦。所以说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说，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他真的道歉，民进党就会就此放过嘛。其实大家舆论上面也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你毕竟拿出去的所谓1分多钟嘛，那中间有一些隐秘的空间的确是没有监视器，那这个到底你有没有拍摄，然后有没有这个录影，这个东西当然是要厘清啊。那你自己，你其实可以在你的立委的10天，你可以用谦和的态度留下一个美好的身影，说我对不起，我犯错了，但是我保证我没有录影，也没有这个泄密，这样子，其实这样也可以和解啊。那你就剩下的10天，你就好好的做一个优雅的人士就走了就好了。然后呢，到最后10天还要跟民进党那边骂来骂去，然后还要跟沈伯洋对簿公堂，那又惹上一件官司，我也不晓得。他就是存心觉得活得太舒服了啊，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还不提他们的字体版本呢？就如果照刚刚讲，他们一定就是提不出来嘛。我想你看啊，黄国昌一生都在法律上面打滚，他的民法大家都知道，他的问题是他去了一趟美国以后就知道哪一种武器要买，然后武器要跟谁买吗？或是说我们国家需要哪一种武器吗？他怎么可能嘛？对不对？要么就是那个法制局的东西最简单的国防的这部分抄一抄，可以字体版本，他又懒得抄，因为他剩下10天而已，他要忙的事情很多，可能要收拾办公室啊，可能要提辞职书啊，怎样之类的，他要去辅选。所以我就说，你黄国昌你自己从头到尾你就不要开这个口。你就没这个本事嘛？国防就不是你的专业，然后你又去闹这一出。我跟你讲，你做了2年立委，其实你之前也做过1届了啦。你不是这一届第一次的2年，你是第二届立委了。机密会议你没开过吗？这种东西什么叫不小心？我突然想起来就转回头。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难免给人家生嫌疑的地方嘛。而且你过去那么多的这个，我不能讲前科啦，那么多的记录，那大家会觉得说，你到底又要搞什么鬼？因为你有那个。你在那个《镜周刊》里面、《镜检》里面，你是那个专门在派狗仔队跟人的人，那你这个资料如果拿到，我真的是我不是很好的题材吗？所以说，就种种情况来看，这个前因后果啊，因果循环，大家这么怀疑你自己要不要检讨你自己处事的方式，或是你在回应这件事情危机处理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对于这种要司法介入才能够调监视器复制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司法一向是尊重国会自主的，这种东西在王金平时代就是出来协调一下就好了。既然你要叫司法来介入国会调这个监视器，我觉得你韩国瑜可以下台了啦。OK， 最后这一段，那一中老师，好，公民老师，第一个。这几天发生了大概我们这样讲有3件事，都跟所谓的机密啦，或者不管是个人的机密啦，或是国家机密有关系。一个就是刚刚现在大家在讨论黄国昌委员这件事，对。第二个，陈佩琪，然后他自己 po 脸书 po 一 po 这节新闻，他把那个时候办案的廉政署的人员的资料 po 出来了，对，这个涉及到个人资料的问题。OK， 那接下来就是
有台的一个记者马德，对马德，那个就是国家机密层级，那就严重。对，所有这些都跟那有关系。公民老师怎么看？我先引用黄国昌讲的这一段话啊，作为一个前面大家讲那么久的结论，用黄国昌自己的话来讲，你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会搞错，那你显然不具有足够的能力在立法院行使一个立法委员的职权。我们值得庆幸的事情，这句话我讲的，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对。那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他剩10天，他把所有集大成那些最糟糕、最恶劣、最冥顽不灵的统统在他身上，但还好他只有10天，所以黄国昌自己讲的话，他之前讲的，他不具有这个资格。好，那除了黄国昌以外呢？陈佩琪也出包。陈佩琪大家知道他现在很爱写脸书嘛，柯文哲说他想要把他带出门，不然他整天在家里都写脸书。好，但不管怎么样，陈佩琪又写脸书了。他但是写归写，平常大家就觉得他发牢骚啊，关心一下就是 woman 啊，他是很在意柯文哲的 woman 夹之类的。好，那我觉得大家把他当茶余饭后，那反正他的粉丝喜欢互动，我觉得这都无所谓。但是陈佩琪昨天犯了一个大错，他昨天在讲金华城冤案，好又要讲，那讲，反正他原本也没有什么。可他昨天就 po 了这张照片，让大家觉得代志大条啊。这里有一个署长冯程，应该是廉政署，然后这个其实很多人说这是搜索票，这几个严格来讲它不叫搜索票，它是刑事申请搜索票的书，就是说他们要经过，你看他有检察官跟法官，就是说要去搜索之前，他先要经过这2个。那重点是 po 这个以外呢，他没有把这些个资都影下来，就包括像那个签收人啊，然后电话，甚至他的手机都全部给他公布。这件事情当然很大条。那陈佩琪就讲了，那大家就说，你怎么可以把那个个资说？陈佩琪有回来，他就说我不小心把承办人员的名字露出来，该负什么法律责任，该被北检抓去问，该被羁押几个月，我都尊重。佩琪，这里面涉及到2个法律，第一个是个资法的问题。根据个资法第41条。就是说，如果你被法官认定说你是意图损害这个被害人，因为你看他这个文章放了多久了？他放了快8个小时，也就是说，他后来去换了一张，他把它引掉，可是中间没有引掉的那个个资，包括名字有8个小时，也就是说，陈佩琪粉丝，他那个粉专30几万人在看，很多小草都在看嘛，所以这里面只要有小草、美颂、T-Mobile， 他不但有办公室的电话、手机、名字，他都有呢。那你那个是不是对被害人造成很大的损害？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最重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陈佩琪还犯了第2条，这个是违反的是刑事诉讼法。我刚刚讲，它不是搜索票，这张票是刑事申请搜索票的书，就是说当初要申请之前要跟法官啊、检察官去申请。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夹在哪里？这不是说我可以开门的时候扣，通常我们来把它搜索门对吧？一定是搜索票，这张不是。所以这一张是在哪里呢？这张是在卷宗里面。这个是，那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一张呢？一般推测是说，可能是因为律师可以抄录、复印、拍照，所以我们阅卷的时候，对，可能是律师他要存下来的时候，作为他们卷宗里面。那因为柯文哲卷宗带回家了，所以有这个东西。陈佩琪怎么会有这个东西？这卷宗不是你的呢，这是您老公的。所以陈佩琪今天又继续发文，他要解释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一张不是搜索票的这张票。他说这张搜索票怎么来的？我们看第1行就好。其实很多他不用看，重点就是他说发脸书要趁老公出门时他说他出门了，我就蹑手蹑脚折进去书房偷看他电脑。然后我要声明我不是去看他的屋门夹我是去看她老公其他的这些档案，所以他自己承认嘛，有屋门夹。我觉得有时候越强调这件事，大家就越在意。他说我不是要看屋门夹我只是要去偷偷看他的电脑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就看到这个。陈佩琪讲的，我尊重他。好，但重点是他承认的这一张这个搜索票的申请书，他是从柯文哲的那个档案里面把它捞出来。这个违反了，如果按照刑事诉讼法33条第5项的规定，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能做其他的使用。公安派的是说，除了为当事人辩护以外，你不得做其他使用。你po脸书去创流量，算不算是其他使用？算。所以这个如果要办的话，这个其实这一条可能比刚刚讲的那个这2条一起办。好，那今天大家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就讲到一件事情，他们喝咖仔，柯文哲今天不是总统。柯文哲给你老总统，他的夫人时不时就趁她老公出门的时候，就可以蹑手蹑脚的折进去看他所有的机密档案，然后再给他抛出来。这些就真的逮起了大条呢。我说
啊，我们何在嘎仔？今天柯文哲不是总统，不然我们的夫人在，你能想象她在官邸有多可怕吗？她老公白天去上班的时候，所有国家所有的档案，她老婆都可以折进去看。我们何在嘎仔？今天柯文哲不是总统，不然我们的夫人在，你能想象她在官邸有多可怕吗？她老公白天去上班的时候，所有国家所有的档案，她老婆都可以折进去看。所以我觉得，我实在觉得民众党对于这种保密防谍的意识，他们年纪都很大，小哥，他们年纪都是差不多，都是那个，连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小学都还有保密防谍。人人有责，何况是像黄国昌啊、那个陈佩琪他们那个年代都是更加谨慎。他们什么年代啊？你说清楚一点。就是一个很严格的保密的年代哈。但我只好奇说啊，奇怪啊，怎么他们现在这种比泄密都是在比看谁泄的比较凶呢？所以你到底该怎么？当然我知道他们的小草不会相信这些事，他们的小草觉得不管是到时候黄国昌被假设检调查他，甚至去调查了陈佩琪，哦嗨啊。又加2条，除了柯文哲，他们人家讲今日柯文哲，明日任何人，包括连那个马德，中共这一次厉害，他过去都是找退役的这些军官学长去找他们那些学弟有没有去泄密，这改直接拉到这个中天的这个马德，这个马德本来就很红，他粉丝很多，这一招你知道有多厉害吗？我先不管他用多少钱去买通他，可是他能买到他的好处就是说啊，今天如果我们大家想象的画面，如果这个马德他这些泄密这些。征收国防啊，侦查国防这些，如果他只是一个一般退役军官，反正我们就大概就是判个几年，案子就过去，不会有什么涟漪，大家就说啊，本来泄密就不对。但是马德泄密就没有不对，很多人要帮他讲话很多蓝营的名嘴呢，他还有说什么要救马德出来呢？现在真的就有一条啊，就是有一个蓝营的名嘴，他说他的粉丝有贴一条。送那个外送的时候，因为比方说叫外送的时候，然后知道当事人是那个蓝营的名嘴，他还贴了一条，就是说请他救马德。他拿阿中的钱去买通我们的军人，然后去泄这些国家的机密，然后这边被逮了以后，现在还要被救，大家要救他，所以阿中这个厉害。他买到这个新闻记者以后，你看现在变成是好像你压他这件事情，又变成是民进党啊赖清德政府在打压。全那起，我跟你讲，这种泄密的那个真的是进化到你都觉得叹为观止。好，不管说刚才前面提到的哪一个案子，那基本上如果有没有涉及到法律的问题的话，那当然无罪推定原则一定要等到最后判决定谳，你才能说他有罪。只是过程当中的检视，当然你看到蓝营跟白营有一些朋友就直接提到是讲说侦查不公开，为什么这么多资讯都会出来？那这一段那是不是也会引起大家会讨论的一块？可是到你说马德的这件事情，任俊。是，如果要是以昨天周刊我不知道周刊所有内容是不是能够完全是事实的部分，可是如果以他的那个资料来看的话，如果从这个资料看，大家现在最担心的是包括海马斯的部分，是因为包括参数啦或者什么这些，是真的有可能会外流吗？其实以我们现在国军来讲我们的陆海空都有所谓的飞弹部队，对像空军大概就是防止部，那海军大家比较清楚的就是这个海锋因为它这个雄2、雄3部署在这个地方。那再来就是以陆军来讲现在大家比较高度的关注就是海马斯的多管火箭连事实上我必须讲，就是说最近大家一直在谈论，就是说这些东西所谓的参数。我先讲比如说你像我们的空军的这个防止部他们本身有一些飞弹或什么的，可能过往大家比较熟悉。那你说像海军的海锋，它的飞弹参数，说实话，雄3以前大家也不知道它多厉害要不是误射出去之后，大家才发现就打到的时候渔船那个的参数也是极度保密因为为什么它没有在实质的作战当中被人家侦测到过？回到海马斯同样的状况，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去收集了这一些，我看到有些人一直在好奇，就是说它那个参数有多重要。但今天有些报道说，它是不是可以从你的参数里面去找到你的防卫死角或什么的？可是你知道这个讯息一出来的时候，立刻也有人说。那现在被抓到的这个中士疑似有这个中士，他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么高端的这个参数呢？可是我就讲，大家不要忽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所谓的中下层的这个所谓的军事官，他就不知道这些东西，也不会引发这个损害。我给各位看一个影片，大家还记得吧？这是之前的时候，老共在搞军演的时候，他们不是放了一个宣传影片吗？你可以看得到他这个影片上面所着重的方向是什么？
他告诉你说，他已经收到海马斯的所谓的木质讯息，立刻要进行射击。你知道这个概念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概念在于是我还没有抓到你参数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炮阵地的位置。你今天告诉我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下层的军官，他或士官，他可能不知道参数，那我就讲他知不知道平常我们的车放在什么地方？知道。我们每一次军演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从我的阵地，从我原先驻守的阵地，我要移转到炮阵地，每一个炮阵地都是经过标定的。这个移动的过程，我们每一年在演习里面验证什么？验证我从 A 地到 B 地中间我的移动是不是能够正常跟顺利？它有路线。你告诉我士官知不知道路线？不然他忙着瞎开吗？今天告诉你，你今天不好意思哦，你到前方路口左转，然后到下一个等红绿灯等3秒，等45秒，没有监视器你再转弯，不会嘛？他一定知道这个状况。你再回来看我刚给各位看的那一天，他的这个演习完了之后，央视立刻放出这个影片，告诉你说，我接获到海马斯多管火箭的木质讯息，立刻出动2炮、1炮、3炮什么大家就把它给摧毁掉。根据你刚刚讲，一般大家在讲参数所有那些东西，是海马斯如果要发射了以后。大家都会抓参数，是，然后我可能包括我要转移阵地，或者因为海马斯快的是它转移阵地也快，是。那可是如果要是一般发射出去以后，参数被抓了以后，可能会被反击，是。刚才讲那个是你连发射都还没有，是，人家就知道你在哪里。当他知道你可能会有动作的时候，人家的动作就先来了。是，现在担心的更担心的是这不用到高阶军官啦，是啊，我不用当到将军这个层级啦啊，我在连队，我直接会告诉他，你现在把车给我开到炮阵地去。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因为拜这一年的乱象所赐了啊，我相信大家对国防对很多议题有一些了解哦。我跟大家讲哦，就说武器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是完全没有防护能力的，就这么简单。你说我今天到了炮阵地，然后这个仰角什么都出来之后，因为当然今天有人讲说，它这个参数其实不见得一定是所谓的电池上面的参数，包含到什么？它的作战性能诸元，比如说我的部署位置完了之后，我的仰角跟俯角。但我讲实话，那个有点太复杂，因为很简单，它渡海攻击的时候没有什么仰俯角的问题，我进入到炮阵地之后，直接告诉你打什么方位。因为它是击我射击嘛，我一个炮车打过去就是一个足球场的面积，我不需要跟你什么多少，因为那原来都设定好了。他只要他在平常在演习的时候在做这件事，我只要确定我原先设定的这个地方，你进来了之后，你把这些参数都设定好，那我都打1炮打2发，看能不能打到那个弱点，打得到 ，OK，验证就结束了，我不需要啪啪啪啪啪一直打，其实概念是这样，可是我就说嘛。今天这整件事情，其实我不会去看说它到底有没有参数，因为光我刚刚讲的那一个，他知道你的阵地的位置所在，他知道你的移动路线，他知道你接下来要进去的第一个炮阵地的位置，第二个炮阵地的位置，我只要把这些都轰烂。你告诉我，你原先设定的仰角有用吗？你告诉我，你原先设定的射角有用吗？我让你连那个位置都进不去。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这整件事情，我一直非常好奇啦，因为大家当然觉得说这个是严重的，可是开始有人去讲说啊，不会啦，大家干嘛想那么多啊？他有一个士官，他怎么可能知道这种高阶的参数？他就算知道，他也没办法去解，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其实暴露出来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发现到真正对我们产生很大危害，不见得是高级的军官啦，不见得是高级军官，因为像这种少将很容易被大家盯着走啊。大家都直接眼睁睁盯着他嘛，对不对？因为而且人也少嘛，是吗？没有，我们将军也蛮多的。对，不是你跟士官比起来，是，当然少，就是这种所谓的领导阶层的领导士官，事实上我刚刚讲，他不需要知道很高深，可是对我们来讲，他所造成的危害，却有可能是在最初期的时候造成最大伤害的一部分嘛。没有，我要补充一点哦，刚才任运讲的很正确，我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每一辆战车的参数，我知不知道？我不知道。谁知道？车长知道。你知道吗？这参数，海马斯火箭的参数，你说什么射高、射程、射速，那不是叫参数，那叫诸元。什么叫参数？我这个阵地，我的目标是哪里？谁知道？我知道吗？我只知道个大概哦，下海湖地区或者是观音地区。可是每一个定点，海马斯可以打到对岸的，打到对岸哪里？谁知道？车长知道。中士是什么？车长啊。所以你要去找这种详细的参数，找高阶军官没有用，你要找基层的这些小士官。所以为什么小士官现在一直被渗透？因为是新的装备，它的参数不是在于美国给你什么东西，而是美国装备交给你完成换装训练之后，你的战术移动如何来发挥这一项装备它的特长，
这叫参数。所以你说中视不知道，中视知道可多了。OK， 将军，请问一下，我们需要 M1A2T 吗？需要。因为民众党去访问美国回来以后，那有人就讲说，美国也在质疑说，你们干嘛要 M1A2T？ 那是要打巷战，打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干嘛需要这些？因为您是我也去过战车专业，我为了 M1A1， 我特地去过一趟美国。我到那个班宁堡 Fort Benning， 我跟很多美军现役的，就是战车军官交换过意见。我要告诉大家，战车不是打巷战的。所以我不知道是谁跟他讲。对，那我一样嘛。黄国昌常常问我们嘛。对不对？谁说的？哪一个？你到美国，哪一个美国人？哪一个美国人告诉你的？哪一个美军？你说出来啊！对不对？不要胡说啦。好像哦。这样你这对我是一种侮辱啊！对，我要告诉大家，战车不是打巷战。我们的战车有分中战车、轻战车跟重战车。M1A2T 算重战车。重战车做的作为是什么？是反击。它不是巷战。什么叫反击？也就是当海马斯火箭没有办法在源头打击，当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机群没有办法把敌人在这个水际里面把它给歼灭，然后呢 M109A7 帕拉丁的这个火炮没有办法把所有人在水际滩头全部消灭的时候，这时候战车就要雷霆万钧的出去，在这个滩岸边跟他肉搏战，战车肉搏战。你说为什么用战车？因为对方登陆还是水陆坦克啊，所以我们跟他对应的难道是人吗？当然是战车跟他对抗。那么以前不需要，我讲10几年前我到美国去，美国的这个装甲兵跟我对口的，真的跟我说，他说长官，你们真的不需要 M1A1， 因为我说为什么不需要？他不是说什么桥梁太弱啊，什么道路太小，不是。他说，因为中共按照我们对于中国的敌情，还有解放军的敌情，他们的水陆坦克，你们用勇虎战车足以打穿，那不需要浪费嘛。所以美国人他不是要赚你钱，那为什么现在要 M1A2T 了呢？那不是因为我们变有钱了，不是川普发疯了，是因为他登陆的水陆坦克，它的复合装甲变厚了。OK， 我们的勇虎战车打不穿，所以是因应敌情而增加了我们的火炮的威力。所以我不知道黄国昌你们到美国去。哪一个？你讲出来啊！哪一个啊？什么单位啊？是谁跟你讲的？这不要胡说！我到班宁堡去跟我说的人，我到现在都还有合照。那现在他或许也退伍了，可是的确有这个人。那你的合照拿出来给我看啊，在哪里？谁告诉你的？OK， 那当然这些就牵扯到国防这些。那讲到这一次，有没有涉及到国防问题？我要先加一句，刚才讲到，因为这次在侦办的过程有一些包括士官阶，当然大家不用急，我相信绝大多数，不管是士官、军官这些，那个忠诚不需要去怀疑这些，但是总是难免会有碰到这样的一些的状况。但是吴峥有没有听到？今天国台办发生了，这是第一次。乱扣帽子、乱扣渗透的一些的东西，那这就是讲这些。当然，你看媒体上报道就讲说，包括你说像马德他们说的，不管手机啦或是电脑这些，全部都查扣。那未来会看到什么不知道。那可是这整体现在看起来的话，在政治氛围上呢？首先第一个是国台办，我想国台办发言我不需要太认真或是去讨论啦，因为。国台办说这个林承佑这个案子还有海马斯这些案子，它不是中国渗透嘛，说我们乱扣帽子。那如果我们办中国渗透台湾的这些共谍案件要去等国台办来做 fact check， 要等他们核实才算有的话，那我们也不用抓共谍了。国台办从头到尾都跟你说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国台办当然这是他们一个。政治上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就是要引开大家目光了。但是讲回来说那整体我们从这个事情里面感受到什么？我觉得2件事情很清楚。第一个事情是说，中国对台湾有没有渗透，有没有所谓的谍报作战，有没有所谓的间谍行动，有吗？这个无需质疑，甚至连国民党也不会否认嘛，因为他们之前说共谍都在民进党都在总统府如何。但是重点是。很明显，中国就是要用各种的所谓情报的手法来去窃取我们机密，去买通我们的人。那中国对台湾重点渗透的对象，其实从现在的数据来看起来，很明显就是我们军方。这也很合理嘛，因为他要打下台湾，我首先就是军方，我们阻拦他嘛，把我们军队瓦解了、洞穿了，那他就长驱直入嘛。
这就过去国共内战他们怎么做的，现在就怎么做嘛。所以从2020年到2025年这5年之间，根据已经被我们检察官用国安相关法规起诉的，大概有超过160个人，当中大概有100人，超过60%是现役军人跟退伍军人，也就是军的背景。所以可以看到说，其实中国是重点锁定在我们的军方要去渗透。那这一次这次渗透的这个单位又特别敏感，特别奇怪是说，他这个报道里面讲说这个火箭战术飞弹连，那其实就是海马斯嘛。那你会发现说，其实所有的资讯拼起来，中国对海马斯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忌惮哦。包含刚刚仁俊哥提到说，中国自己去年年底发动一个那个什么军演，对军演什么正义使命军演，他自己宣传片里面去点名说，收到海马斯的目标讯号，马上歼灭。那甚至包含后来中国也出一个网络上的文宣图卡，这个是他们海警做的，也是包围嘛，说封锁台湾。对，那里面这一个图，它其实有没有这个货轮上面还有 Evergreen 就是长荣，但这个里面上面它画的其实也是海马斯系统。所以你看到中国包含说他们在文宣战上面，他们一直跟台湾释放一个讯号，你弄海马斯，我就要针对你。所以你看到中国包含说他们在文宣战上面，他们一直跟台湾释放一个讯号，你弄海马斯，我就要针对你。然后第二个事情是，现在又有根据媒体报道传出来说，他们在去试图收买我们第一线操作海马斯的国军士军官，然后去刺探海马斯的军报。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非常清晰的是，中国对这一套海马斯系统非常非常忌惮。可能忌惮程度超越 MI-A2T， 超越我们 S-16B， 他非常的在意这个海马斯，因为性能我们也讨论过很多，因为它可以打了就跑，因为它可以非常的快速转移，让中国不容易转移到，然后可以在战时一直保持我们核主力，让中国船不敢过来。所以你看到前线这种种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国安议题，包含中国想要破坏我们的海马斯的战力，包含我们想要从美国买更多。可是那这么一个严肃的事情，却里面有很多政治的杂音，这是我不理解的。因为这个马德他这个案子他被羁押了以后，很多政治人物跳出来声援。这包含民众党，我看到张启凯啦、陈志涵啦，很多人就在质疑说，是不是政治办案啊？是不是这个羁押如何如何？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讲，就马德这个案子里面，很多人会去注意到说，他以前行事风格激烈啦，什么他跟赖品妤有推挤如何如何，那完全不是重点。重点只在于说，他到底有没有泄露，去帮中国刺探我们海马斯的机密。如果有的话，这个人就是罪该万死，他就是卖国贼，他就叛国贼，就办死他嘛。那怎么会有人出来帮他讲话呢？然后讲说现在是政治办案，赖清德又独裁了，又要打压反对的声音了。因为重点是他有没有做嘛？那难道你说，因为你看很奇怪啊。这个同案的其他这些涉案的这些国军的士官，张启凯没有去声援啊，陈志涵没有去声援啊，他也没有说这个陈瑞勇士官看他人好得很啊，你怎么可以压他？没有看他们讲这种话嘛。那反而他们去帮马德讲话，那奇怪，这个士官跟这马德差别是什么？难道就因为马德很喜欢批评民进党，很喜欢骂政府，所以他今天涉入国安案件，你们就要保他吗？那不是我们陷入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吗？就是说，越高调、越来去跟政府对着干的叛国贼，他就要越受到保护，然后我们就越不能动他。然后好像要他今天去出卖我们机密，去刺探我们国防机密，出卖给中国，我们要去处理他之前，还要再三思考有立法委员会出来保他，那不是我们国家整个国防都门户洞开的吗？所以我觉得蓝白有政治人物特别，你甚至也不了解案情，然后在新闻一出来，当下就先去跳下去保马德再说。我觉得这个逻辑完全错乱了。言之，蓝营来讲的话，会怎么样看待马德这样一些案子？刚刚吴峥一直在讲说，包括蓝白有政治人物，好像就是要保马德的样子，是这样吗？是为了要保他？是因为他常骂政府就要保他吗？还是有其他一些原因？马德如果真的有犯案的话，蓝白也保不住啦。那当然，因为之前我们现在对司法不信任嘛，所以大家会有一些反应。但马德现在到底案情是什么，谁知道？对，不是侦查不公开吗？为什么民进党每一个人都很知道内情？是有跟检方有通一气还是怎么样？我也觉得很奇怪。按照吴峥说法，就确实，这个如果他怎样，大家谴责他。可是他没有这个证明的时候呢，大家民进党也是一直在骂他，不是一样道理吗？比如说王一川就说舒服啊，我是不知道舒服什么啦。如果马德真的是有在做这个事情，他
他不是觉得说，我们被渗透，你还感觉到很舒服哦，所以你民进党在乎的不是说我们有没有被渗透，而是不是曾经有问过你问题，让你不舒服的人被怎么样嘛？这你们的反应同样很奇怪啊。我们现在看到了有地检署的新闻稿，国防部跟地检署的新闻，所以目前是这样的是这个样子。那你说民间媒体那个另外一个，肖哥，我举几个例子啊，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侯汉廷啊？然后侯汉廷当初也是被指控说是共谍嘛。侯汉廷怎么说呢？他说那个时候检方啊讲说什么他有拿钱，然后他有一个上线在大陆，然后媒体后来还报道，第一时间也是周刊报道说什么他有35亿的金流吧，还是什么，就讲也是那个类似哦，就是检方先指控他是共谍，然后周刊就讲了一大堆，然后结果我问侯汉廷说那35亿金流到底什么？他说好像同时间在检方手上有不同的案子，另外一个案子可能地下汇兑怎么样30几亿，然后周刊直接就写到就说是侯汉廷有30几亿的金流，所以媒体这样随便乱报，或者是这个张冠李戴，这是很常见的事情。那当时检方就是指控侯汉廷说他在大陆有个上线嘛，那侯汉廷的说法是说，当时他是一个网红，然后他有好像一个自媒体吧，一个网红，然后大陆邀请他去演讲还是参加活动，然后呢他还跟对方讲说，就对方跟他讲说，那你要先买机票啊。侯汉廷觉得说我是一个网红为什么你邀请我，你应该帮我处理好啊，怎么会叫我自己买机票呢？我不要，你要的话就跟我助理谈。他那个态度是这样。就检方就看了这个对话，说，你怎么会去跟他有这个对话呢？那个人一定是已经上线。那侯汉廷说，我都已经这样子，态度很差的去回他了，然后你还说他是我的上线，就是他们会根据一些东西本来就有一个故事，然后就把你的东西套他的故事里面。所以对马德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多都是看周刊的报道，周刊报道侯汉廷的事情。也是当时也有周刊报道啊，然后也有检方发出来新闻稿，可是侯汉廷那时候也是检方。也是有指控他一些事情，可是最后他都3审定验都无罪，但是这个东西拖了5年，最后共谍，就大家想到共谍就会想到他，但虽然说他完全没有。然后之前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媒体人叫郭梅兰他也是一样的状况，他好像本来在驻大陆就当过那个记者，然后好像认识一个什么陆姓中国籍的男子，然后当时也是检调就是说他是共谍，也去搜索他，然后发现他有什么 email 有传一些信件给大陆人。然后结果最后呢不起诉处分，可是因为当时也是有这个侦办动作，然后有周刊的报道，后来他因为被冠上共谍2个字，他对媒体工作很有热忱，可是没有人要他。几年后因为脑癌过世，一样的状况，可是他过世之后不起诉处分，有任何人还他的公道吗？讲说他是被冤枉，都没有啊。所以对于马德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该怎么样嘛，但是。现在如果是根据周刊来评论的话，很可能会出现第2个郭美兰了。现在看起来的话，很多相关吴将要补充吗？好，我简单补充一下就好。就是我把我概念再说完整一点，就是袁志刚意思是说无罪推定嘛，我们还不了解这个案情的全貌，所以不要太快下定论。那我觉得按照袁志刚讲法，例如说你对我们影响的政治人物有意见，例如说王一川有意见，当然我觉得他发言合理啊，因为他觉得叛国贼被抓到大快人心，这也 OK。但是你觉得他发言你不认同，你可以来去质疑他，或者你甚至你可以去质疑民间媒体。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严重？是因为很多政治人物第一时间是去攻击我们的司法单位。我还是要帮我们司法单位讲话。我认为我们现在第一线辛苦的司法人员，常常受到很多莫须有的政治攻击。像是去年我们坐在这边，国民党也都说这个就是司法单位政治办案就是要入他们连伪造文书于罪。最近全部这些涉案人，国民党通通出来认罪了，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些司法人员当时是莫名其妙被乱骂一通。那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这个罗兰夫人有一句名言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那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现在是监督多少罪恶假汝之名。现在在野党为了说我要反政府，我要监督，然后好像任何只要在这个监督大帽子下的恶行，然后都被合理化，都被掩盖。可我要强调的事情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真正为台湾好，我们是一个以爱国为优先出发的话，那你第一时间，就算你不认同民进党的发言，你真不喜欢有特定的媒体，但是当我们辛苦的检调人员、司法人员再去维护我们的国安，掌握到一定市政，要去羁押出卖国防机密的人员的时候，你不应该在不了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先攻击司法单位。OK， 明凤。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黄昌刚所讲到，包括有没有机密资料这些事情，虽然有人告，但不管怎么说，因为2月1号以后他就不是立法委员嘛，因为已经确认，就民众党这6席立法委员，除了陈昭之留下以外，其他全部2月1号，然后就要走人。走人以后，大家会看递补上来的
李珍秀委员，那他是可能如果他递补上来，他就是第一位中配的陆配的这个所谓的立法委员。OK， 那我们的那个条款，我们不是有一个条款，就前一阵子不是有很多有公职的，然后有包括有陆配身份的，就是内政部有讲说，那你要放弃国籍啊什么，那时候不是一直在吵这些吗？那李珍秀上来呢？因为他有个1年条款嘛，对，1年嘛。我们是说你就任以后1年以内要放弃嘛，对，那不是，是你要在就职前要宣誓放弃，但是就职后1年内要提出放弃证明啊，所以他宣布放弃要1年，然后只要在1年以内拿到。对。那你就职前宣布那个很简单是啊，我只要随便讲一讲就好了。那只要是1年后你要提出证明啊。那你现在就白当1年嘛？现在这个条款就有个漏洞，我们明明知道他是有双重国籍，而且这个国籍是不可能放弃的，1年之后一定是下台的。可是呢，我们还的法律还是要给他当1年，不是吗？可是我就觉得这个是民众党自己的问题啊，民众应该自治嘛，这种东西应该自己要处理，就用自己的这个政党的这个，就是要让他退，就不应该就任才对，因为他有的国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他跟我们是敌对国家，你让一个敌对国家有国籍的人去做立法委员，我不晓得民众党是存什么心，他现在好像就是要冲撞这个体制，就是要让他摆明就要让他上马。那大家以为说他可能为陈志涵会把这个人拿掉，因为这个人拿掉之后，陈志涵就会补上了，可是好像没有啊，他就是这个要让他上。那你这1年的东西就是有个漏洞啊，所以说你到底可是立法院现在也动弹不得，否则立法院应该是马上修法，就是说你在这个所谓的就任之前就要完全放弃完全才对，否则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那你这1年我们就一直盯着他看嘛。好，那民众党就是这1年你知道吗？大家全部都在选举，都在选举，然后选举中间有人会在选区，然后有的会就是有议员选举会在地方上面，那大家会不会注意这个立委在这边做什么？这个东西就很难讲。可是民众党刻意要提，你刚刚讲是不是要冲撞这个体制？因为包括陆配整个家庭如果全部算起来的话，那大概有100万之众啊，就是我好歹我要拿这些票啊。对啊，但是问题是你为了拿这些票，100万的票能够当选总统吗？为了拿这些票100万的票去得罪了2000多万票，那你觉得划算吗？我觉得民众党不晓得是法律不好，数学也不好吗？所以这种东西你就是应该要尊重。我觉得现在尤其是现在，我觉得国会的这个战争会延续到2026的选举，因为很多立委都下去选，今年今年的县市首长大概都是有立委在选的。然后国会上面的争议啊，或是你不通过国防预算啊，你不通过总预算啊，这个东西在地方上，台南、高雄，你会不会引起争议？你说会被拿到那个地方去用？一定到地方去炒的嘛。所以，然后你民众党你要选新竹，那你这个你用了一个不忠诚于国家的人做立法委员，你会不会拿去炒？所以说今年的2026的选举是不像地方，不是说很 local 的东西，因为国会的状态跟你加上你这个整个现在局势的一个情况，你可能就会中央的议题可能在地方炒，炒的都是很高档的问题啊。你总预算为什么要挡啊？然后你这个预算怎么样？那你提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的人当立委，你民众党到底要不要活？我们就看新竹人啊，他们最有把握的地方不是就新竹市吗？可不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情？竹科的人是喜欢民众党的，也许他们喜欢这种调子，尤其是柯文哲又回来不蓝不绿了，然后很多中间选民都喜欢这样子。但是我们就看你们看这个整个的一个对撞的结果嘛，你们这样子是可以中间选民可以接受你们，还是中间选民根本我宁愿可以放弃你们的这种所谓不蓝不绿，但是我就是不能够接受一个不忠于国家的立法委员。你刚刚这个质疑，来元之，对国民党国民党会怎么样看待像李珍秀这像敏凤说立法院应该要修法，要把这个就是在就职以前就要全部都完成这些，你们会修吗？我们之前有要修啊，就要修国籍法，因为现在那个它主要是卡在国籍法。对啊，然后你们修的国籍法是什么样子？对，主要是卡在国籍法，就是说我按照法律它其实是可以去，它像我们一般的陆配如果要选举的话，它可以去登记它可以登记，它可以选上但是1年内它必须要放弃国籍嘛。
像我们一般的陆配如果要选举的话，他可以去登记哦，他可以登记，他可以选上哦，但是1年内他必须要放弃国籍嘛。但这个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台湾按照我们宪法是一中宪法嘛，两边互不承认嘛，就是在我们的宪法架构根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他到底要怎么去放弃一个我们不承认的国籍？我觉得这个有技术上问题，但文字就是这样子写，所以它有一个解释空间。那法律如果模糊的话，是不是要把它修得更明确？这个之前有吵过嘛，但是现在有点停下来了。之前有吵一波，跟敏凤想象的修法应该不太一样吧？当然了，对，我们之前是这样，他们是允许好不好？对，之前是有这样，因为我们他说我们两个是一国啊，所以不用放弃啊。所以敏凤他们都会觉得说根本不用修啊，而且要修也是要修也修成一国啊，对啊。那可是你刚才的角度是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会得罪千千万万的台湾人。对啊，很多台湾人能够接受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你们可以接受吗？所以之前那个林怡景不是有一个案子吗？你可不可以接受嘛？你说接不接受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当立法委员。我不能接受啊！但是但是一中宪法里面就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嘛。你因为你这个福公子要讲法律嘛，那我当然，但是法律上面就是没有这个国家，没有这个国家，他放弃不了。我相信他会想放弃啊，但是现在宪法架构下，他无从放弃起嘛。对联合国的安理会的5个国家那你但是我们到中国去过那个官司，问题是在我们这里，这就是台湾现在现状就是这样啊。我们宪法就是没有那个国家。OK， 对啊。那之前因为林英景不是也有提案嘛？我们那时候也希望说大家好好讨论，直球对决一下嘛。因为他不是就是要修吗？就是把两岸变2国啊。后来撤案了，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连民进党也觉得推不下去嘛，然后一直叫国民党来推。好，来，一中老师请教一下，因为现在看起来，那年底的选战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重点，但是看起来国民党现在面临到柯文哲最近的所有的那些发言、那些内容，大家在开始在感觉到说，好像跟以前的方向不太一样，真的又走回所谓的非蓝非绿，也不是小蓝这些，然后把黄昌以前的路线都完全拿掉了吗？好，那这是一个。那国民党还面临到一个，就是包括这个月底看起来国共论坛会上场，上场以后，包括政协会不会登场？然后呢，包括郑英文跟马英九请益，也是要寻求的是两岸破冰。但是这一招对年底选战到底是正是负，是好是坏？你熟悉的柯文哲回来了，如果你仔细看他最近的这些动作跟他的发言，甚至他在炮打国民党那个样子，讲话那种吊儿郎当的，然后阿北那个样子，然后旁边还有人说哎，不要再讲，那个口气那个口吻，像不像是还没有被关之前那柯文哲的那个样子，一模一样。柯文哲才说他关他1年，让他反省，让他觉得关1年也好，让他什么狮子啊，什么那个不要那么霸气。就我看他现在也没有，他那个讲，而且你知道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吗？他这一次更进化是啊，他以前骂国民党，国民党马上回他，就说叫他闭嘴或什么的。去改播，他说那个大罢免32-0，要不是因为那些小草要救我柯文哲，你国民党今天也不会那么顺利，所以要国民党不要太高估自己。我这话讲得很重，一直说大罢免如果没有我柯文哲这样的话，你算什么？萧旭晨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晨算有代表，现在是副主席但副主席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主席的意思因为主席没有出来反驳他。萧旭晨说他衷心感谢柯文哲，因为他说的是事实。被柯文哲骂到一文不值，结果你看，然后你如果说有人说那是萧旭晨个人意见，好，那如果是萧旭晨个人意见的话，国民党党中央是不是要来发个新闻稿驳斥？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就国民党也知道一件事，年底的选战不能没有柯文哲。这就是事情的大条。柯文哲比黄国昌难搞，真的是100倍。黄国昌很好搞，因为黄国昌他过去怎么样从时代力量跳到民众党的，你就给他一个不分区，他就来了，就这么简单啊，就给他一个东西，他就会来。但柯文哲没那么简单啊，不是你给他个什么不要阿北，我提名你当下一次的立委不分区安全名单，那你就听我的话，没那么简单。柯文哲不好搞，为什么不好搞？因为他过去有369万的支持度，他曾经有。民众党的选票有300万票，所以他有那个底气可以跟你画巴拉克，所以他很聪明。你看他为什么要特别留下陈昭之？第一个，陈昭之出身绿营独派；第二个是当他带陈昭之去拜访的时候，注意他就是柯文哲、陈昭之，然后带了党团主任陈志安，因为陈志安算他心腹。民众党的党团3长，什么干事长、书记长，没有一个跟过去。这个动就很清楚了。柯文哲要强调就是说。我的路线才是民众党真实的路线。那过去只是托管给黄国昌，但这个黄国昌显然，因为他把民众党做成是蓝跟白，所以过去我们都讲说执政党跟在野蓝白。柯文哲不接受蓝白这件事，要也是白蓝的，什么时候轮到你蓝白？那你说柯文哲到底有什么？柯文哲到底厉害在哪里？
因为像郑丽文，刚刚小虎哥讲，他年月底要去什么国共论坛，郑丽文很多路线都是过度轻重，所以柯文哲抓到这一块破口。我讲最难听的啦，柯志恩现在民调不错啊，对跟赖瑞隆来讲平起平坐啊。那你希望柯志恩是找郑丽文帮他站台，或郑丽文对柯志恩动算，还是找柯文哲？郑丽文那个柯志恩动算，答案很清楚。答案很清楚。你觉得他会希望柯志？你可以，我是真心大胆的讲嘛，今天年初我就讲了嘛，我们打赌嘛，到时候他们这些尤其有机会赢的这些县市长候选人，他们会多希望阿北去帮他们站台，然后多尽量跟郑丽文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因为郑丽文是主席，不可能说不跟他有什么距离。可是你自己看那个动作，可是你这样讲，郑丽文难道不知道吗？他知道啊。那他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也没差，他已经有主席了。什么叫也没差？肖哥，他今天就是因为这个亲中的路线，就是你认为比较红统的这个路线，所以他才有得到那么多的网军，那么多的这些铁票。拱上今天国民党主席，所以他必须去向这一群支持他的人交代。他知道啊，他也知道他是失票机啊，不是弃票机，失票机。他知道，所以他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说，郑丽文也很聪明，因为他也知道年底这个大选如果选赢的话，对于国民党跟他自己的未来都有帮助，所以他也不会过度去干涉。比如说我是郑丽文，我不会强迫说，柯震，那你要挂看板，挂跟我的啊，谢龙介，看板我要强迫你跟我挂一起啊，他不会这么的瞎嘛，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是。吸票机，可是他毕竟有主席这个身份，所以我觉得他会某种程度上跟柯文哲保持一种，不要说竞合，就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有一些场合就让柯文哲去处理。所以那你说那柯文哲到底重要性在哪里？那画不，柯文哲他当然他们民众党人可能没有办法选出一个县市首长，但是他可以决定要不要让你落选啊。如果今天柯志恩得罪他一句话，别人都不理他嘛，甚至他就是直接节目上就讲说，这柯志恩我们没办法合作，这个柯志恩怎么样？至少柯志恩马上掉个10%、15%啊，10%、15%就再见了，还要选嘛？所以柯文哲在这个关键，那你说柯文哲到底他的底气在哪里？对柯文哲来讲，2026只是试金石，他没那么在意的、啊。光排到2026选上，是你国民党选上，关我屁事哦！又不是我人选上，他在意的是2028，他要用这个方式，我不断的去有时候酸你国民党，看你国民党的反应，然后看看我要不要帮你们人站台。那如果你们国民党态度对我不好，我讲你2句你就不爽啊，就会甚至要骂我什么的，好啊。大哥，我就不站台啊！你看你2026有没有本事选？那2026如果国民党选的不理想的话，那就可以证明一件事：那柯文哲非常重要，他要的是2028啦。言之，那对你们来讲，现在怎么办？第一个，我觉得柯文哲根本不需要讲这些话，我们也是觉得他很重要啊。我本来就觉得说大罢免的时候如果没有民进党一定都需要他了，本来就需要他啊。不一样，他要讲一下，让你们看看你们的反应，测试一下。我觉得你们对他的忠诚。我觉得柯文哲其实他在讲说国民党不要高估自己，其实可以去看他那时候跟好像旁边很多人一起讲的那个氛围啦。其实他不是刻意要去骂国民党，他就讲啊，所以国民党也不要高估自己。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讲脱口说出一句没有不是呛的，不是用意是呛的话啦，就是好像感觉好像讲个俏皮话。所以没有，他同一个场合也呛蒋万营养午餐啊，那他什么都呛啊。所以我是不觉得说他好像就是故意要针对国民党，然后心中有一堆动机，然后国民党要注意我，不然的话我整天我觉得他没有想那么多啊。但就是国民党就是柯文哲的有话直说个性嘛。那大方向蓝白合，我觉得还是没有变啊。我们现在很多县市都已经走得快差不多了啊。新北市2月底的时候，过年前就要提，我们这边人就要出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就要跟他们整，每一个县市都在往前走了。我是觉得柯文哲反正就有话直说。我觉得任俊是前几天有特别提到，你举2022的例子，是2022其实是三咖都，对的白银那时候没有要帮蓝银，所以在台北也是三咖都嘛，是。好像讲那时候蓝营其实打得也不错，因为那一次是因为这一次大家讲国民党会不会有可能要丢掉因为国民党2022打太漂亮，但是在原他们口中觉得就是要蓝白合啊，因为他们就是需要柯文哲啊，就是需要白银啊。这个位置做过不同的国民党的代表嘛，那你就会发现到议员跟立委讲话就会不一样，因为2026的这一战，议员要站在第一线，所以你会发现在蓝白这个议题上，那一天博弈，我为什么跟他讲抬头挺胸一点，把底气拿出来，原理是一样的嘛，因为他们要站在第一线，就说柯文哲是不是在政治上足以影响？当然啦，当然不能谈论他干嘛，他也充分的证明他的影响力，而且为了让他的影响力不要掉，他努力的营造很多的话题嘛。所以国民党问题其实不在民众党啊，
在国民党自己本身如何从2022的那一战到今天会变成连县市首长都担心民众党会捣蛋？我不懂啊。2022那一战，民众党也是没有要跟你和啊，蒋万安一样赢了啊。那到今天蒋万安被人家讲说啊，他那个就是在骗票。那蒋万安也说反正他不同场合就会讲不同的话嘛。那你就知道这个在第一线真实会去遇到要选战跟对选战的时候，他的态度其实他没有办法这么轻松的讲我蓝白一定要合作，因为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嘛，我怎么可能什么都让？民众党今天几个议员都提名了啊，人家今天正式公布几个议员都要提名，那对国民党现在在地的议员来说，你那提名等于是要跟我争票。你对于那些被提名区域的，他会不会再跟你讲，所以我蓝白一定要合？他不会啦。所以我还是这样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国民党被一个东西给困住了，就是因为当时的总统大选，柯文哲捣蛋，导致到就是侯友宜没有赢。可是我都讲啊，侯友宜最少在那一战里面，他最后证明的，他最后做了一件事情。今天真的已经搞成这样，我不合作，我就是直接面对面来打。那今天为了一个总统大选没有赢的这件事情，要把所有的县市首长。议员甚至跟未来2年后才要举行的中选全部绑在一起，只因为没有民众党，国民党会挂。我就讲民众党今天为什么可以大幅度的这个这么的到处叫，因为国民党就展现出了这个态度，没有你我们会死掉，没有你我们会死掉。就是因为当时的总统大选，柯文哲捣蛋，导致到就是侯友宜没有赢。可是我都讲啊，侯友宜最少在那一战里面，他最后证明的，他最后做了一件事情。今天真的已经搞成这样，我不合作，我就是直接面对面来打。那今天为了一个总统大选没有赢的这件事情，要把所有的县市首长、议员，甚至跟未来2年后才要举行的中选全部绑在一起，只因为没有民众党，国民党会挂。我就讲民众党今天为什么可以大幅度的这么的到处叫，因为国民党就展现出了这个态度，没有你我们会死掉，没有你我们会死掉。我那天跟博弈讲说，抬头挺胸，我不是在考碎他，我认为国民党应该有这个底气，而且这个底气是你真实有跟民众党在沙卡都的状况之下你们赢，而且那一战里面国民党赢得很漂亮啊。在你的县市首长里面，你告诉我说哪一个你们是去当时去拜托民众党，总统大选都打成那个样子了，所以我还是这样讲，就是说。现在对于民众党来讲，民众党想尽办法增加自己的底气，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小党一定会这样嘛。可是他的底气来自于哪里？今天讲说新北的这一块，你说今天几个民调做下来，真的落差小到这个输赢小到黄国昌真的出来跟你撒卡都，国民党就一定会挂掉吗？我听到很多国民党的看法不是这样，特别是在县市首长或者是议员的层级嘛。OK。来，我今天要不要简单讲？今天其实有一个今天是弹劾赖清德总统，立法院，然后包括立法委员啦，就是说今天进行的怎么样？今天我看我们吴思瑶委员 PO 出来的现场照片，其实国民党也没什么委员到场，好像3、4个吧。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用我们在这边讲，大家都知道啦，对不对？说全台湾有在看政论节目的观众朋友，哪一个人以你们专业内行观察政治的能力看不出来？弹劾赖清德就是一场秀吗？就是一个打假球，他也不会过嘛。你看，连国民党自己都没有这个对于他们邀请来的所谓的一些这些代表来发言，其实自己人都不想听，觉得兴趣缺啊。委员也都觉得我有更忙的行程要去处理啊，就是我干嘛坐在那边浪费我的时间？那如果其实连发起要弹劾赖清德的国民党立委都觉得这个事情。有他们更重要的事情应该要去忙的话，那我们大家干嘛关注呢？所以我觉得讲回来，其实这跟刚刚我们讲柯文哲，我是觉得有点相关啦。因为柯文哲确实最近动作频频嘛，那他包含你说我们前阵子。他其实从交保之后跟黄国昌一些直播，他就一直在带这个风向，释出的讯息说，那个民众党还是要跟民进党有联络的管道。我们那时候觉得，他是什么意思？然后包含前阵子他带这个陈昭之来拜访柯建铭，我们想说，所以他是觉得那个广告，所谓他的管道就是他自己本人，他要重返操立院这样子吗？
那然后包含他最近去讲说国民党刚刚大家讲嘛，不要太膨胀啦，这个营养午餐是民粹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觉得说，柯文哲你是不是想要把你的路线从单纯的蓝白合或者说蓝营侧翼拉回来一点到你所谓的中间？因为这个很多人在讲嘛，例如说我们张景生以前这个当过政委，他也讲，他认为说其实对民众党来讲，依照他跟柯文哲过去的交情，其实他觉得对柯文哲最有利的是你在中间的位置嘛。你可以有时候你觉得民进党讲的话有道理，你跟民进党合作；有时候你觉得你跟国民党讲的话有道理你跟国民党合作。那他觉得张景生说，他认为这也会是台湾很多人的期待。可是我觉得我们在看柯文哲这个事情，我还是想要讲，就是说柯文哲不要打假球不要跟黄国昌一样在这边那个乌来乌去做一大堆姿态，那最后呢，结果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柯文哲来拜会我们柯建铭，拜会了。那陈昭之要的代理孕母法案有没有进委员会讨论？有啊。柯文哲拜会之前没有进委员会，拜会之后进委员会，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现在还在委员会里面。光是这一点，代理孕母在台湾现在进度已经超前我们刚刚讲那么久的国防超前我们海马斯就是我觉得这事情可以讨论，可是我们总要有个轻重缓急吧。那我说实在，柯建铭也跟柯文哲似乎善意的，可是那我们刚刚讲了，你总预算还卡在那边你的国防还卡在那边所以柯文哲如果搞了半天，你只是我觉得国民党也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不管要跟谁合作什么战略，那是你的政党发展考量。可是如果你只是东蹭一下，国民党面有时候拉一下弄一下，民进党面有时候拉一下弄一下，那最后只会两边人都很讨厌你。OK， 对全球来讲的话，当然我们会关心国内所有的政治局势。对全球来讲，任俊，伊朗这件事情，因为最近媒体报道。老共有一堆军机往中东飞，美国也是往中东飞，然后像英国媒体有报道说，已经因为这个整个抗议事件，已经死了1万多人。超前我们海马斯就是我觉得这事情可以讨论，可是我们总要有个轻重缓急吧。那我说实在，柯建铭也跟柯文哲似乎善意的，可是那我们刚刚讲了，你总预算还卡在那边你的国防还卡在那边所以柯文哲如果搞了半天，你只是我觉得国民党也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不管要跟谁合作什么战略，那是你的政党发展考量。可是如果你只是东蹭一下，国民党面有时候拉一下弄一下，民进党面有时候拉一下弄一下，那最后只会两边人都很讨厌你。OK， 对全球来讲的话，当然我们会关心国内所有的政治局势。对全球来讲，任俊，伊朗这件事情，因为最近媒体报道，老共有一堆军机往中东飞，美国也是往中东飞，然后像英国媒体有报道说，已经因为这个整个抗议事件，已经死了1万多人。然后现在看起来，川普甚或直接讲，如果有人敢，好了，大家都知道有暗杀的这件事情，川普直接讲，如果有人要动暗杀的话，会灭国。什么意思？这个应该是这样讲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高度的关注伊朗，是因为美国本来看起来已经箭在弦上，说各个部队通通都派出来了但是呢，最后一通神秘的电话说什么这个伊朗答应说原来要处决800多个人的那一块他们要取消掉，然后呢，川普也觉得就是说好吧，那我就赶快打电话，就不要行动，不要行动。但是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平息嘛。你看伊朗直接说，如果你要对核媒尼下手的话，那不好意思我要直接来了。对，而且还有很多的讯号讲说什么，川普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你在选举的时候不是也被人家 biang 过？我告诉你，背后有可能是伊朗。所以你看，大家现在又回来了第一个，这个说川普讲说，如果你再来搞这个如果我再遇刺的话，美军将立刻行动，把伊朗从地球表面给抹除。就大家开始你看，不是现在已经不是针对说你境内的这个抗议事件，已经针对两边最高的领导人大家就开始来那结果呢？这个你看伊朗军方就说，如果哈米尼就遇到问题的话，我告诉你，全世界陷入火海。所以这里面其实它已经不再只是所谓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状况。你看，在上一波大家觉得说有可能会打起来的时候，是其他的盟邦如何去告诉双方，我们是不是稍微克制一下？美国那边也有接到其他的比如说沙烏地阿拉伯这些，也有跟他讲，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打起来的话，很有可能会让整个的世界经济体因此而受到崩解嘛。所以现在看起来，大家在这个所谓的大国角力的部分，喊话是一件事情刚刚提的这叫喊话。可是呢，我的武力也是要展现出来，才有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说美军今天把部队呢派到中东的约旦基地
好，那另外呢，中国这边呢，对于伊朗来讲，我觉得是不是也要洗刷一下？但上一次那个马杜罗那个，我那天讲说这个中国松了一口气，为什么？讲说因为是轻轻把它关掉，不是我的没有用哦。他开始把这个什么军机也送到伊朗去，然后呢，说是不是防空飞弹也在做？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提到了这一个，我其实觉得比较特别。就是说，过去我们在谈论这个所谓的武器装备的时候，通常都仅止于宣传。很多人觉得说你中国讲那个雷达多厉害，对不对？你说你能抓什么 F-22，结果你根本一架都抓不到。美国共有 F-35也在飞，结果现在是不是要透过这种方式的时候去抓什么？抓我实战武器当中的我的精确度，跟我其他的这些数据。你想想看，美军如果今天真的动用的时候，那美军如果我觉得中国一定会期待，你就打海马斯嘛。你就打嘛，你去打他，我刚好抓嘛，我干嘛还去找这个什么间谍什么的，我去抓你的参数，我就来弄。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还在看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世界强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伊朗这样一个宗教精神领袖的一个国家来讲，美国到最后的下的决心会到多少？两边喊完话之后，讲实话喊话很容易，真实要做下决定的那一刻，你看川普都要打电话讲说我们停。我相信他们应该会做很多思考。OK， 未来伊朗局势怎么样发展，会牵扯到全球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川普看起来现在也跟全球，包括因为格陵兰，然后跟欧盟跟什么，大概都会有一些的事端。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可是对国内的局势来讲的话，蓝绿白之间2026这一仗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合纵连横？刚前面所讲到所有涉及到机密的一些事，未来怎么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的面，我们明天见，拜拜。